位于亚利桑那州中北部的伍帕特基国家纪念区，成立于1924年12月9日，占地共35000英亩。这里有印第安古普韦部落人的遗址。今天我们就要展开一趟文化旅程，探索古老的印第安文化。有罗马基。我们现在先走这个罗马基这个 trail 去看。罗马基的意思是华丽的房子，它0.32迈，大概15分钟左右。我们去走走看。这边有蛇，不要进去。这就是他们的 daily life， 每天的生活的情况。这个就是全貌了。前面这个房子其实盖得还蛮漂亮的哎。这房子很大，所以他们叫做华丽的房子。还有窗户呢，他们还有窗户以800年前的房子来看的话，是真的比较华丽。洛马基普韦部落在大约900年前，这里有9个由当地石灰岩和砂岩所建造的房间。这些建筑只是洛马基的一小部分。在当时，这里可能是一个繁荣的社区，与其他社区间有贸易往来。虽然这个地区现在看来不像农田，但洛马基的居民是熟练的旱地农民。他们使用的耕作技术类似于当代霍皮人使用的技术。从1930年代开始，罗马基和巴克斯肯亚普韦部落经历了多处重建工作。1955年10月，考古学家罗兰·里切特针对巴克斯肯亚普韦部落进行了全面的稳固工程，所有的重置和封盖都是用水泥完成的，并用浅黄色和橙色上色以匹配原始的砂浆，最后再用从原始结构附近获得的土壤砂浆将这些修复工程隐藏起来，便是现今看到的样貌。0.1迈而已，就是看这个在 hilltop， 在山顶上的。这个是另外一个房子，上面好像都会有那个黑色的岩石，是用来修补用的吗？那拉基湖的意思是坐落于村子外的房子，这是一座2层楼的小型普韦部落。根据树木的年轮推估，大约是西元1190年代后期的建筑。1楼约有10个房间，2楼有3到4个房间，可能是几代人同住的大家庭。这几颗火山岩石就很大颗。沿路都是这座山，这个山坡整个都是火山爆发的岩石，黑色岩石。这边有一个他们盖在山顶上的，就是 hilltop， 盖在山顶上的一个遗迹，我们可以上去看。这就是他们生活在高处的一个房子。现在只剩断垣残壁了。
堡垒普韦部落是一座位于山坡上的建筑，这一座建筑使用砂岩和火山岩建造。堡垒周围还有较小的普韦部落建筑。这里以前也是个繁荣的农业社会。考古学家对于这里的研究尚在进行中，说不定在未来会有更多关于它的发现。这里除了看遗迹以外，它的风景也很漂亮哦，是一整片我说不出来的是什么颜色的平原。之前开车经过都觉得这里很神奇，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。今天开进来也觉得很美啊。哦，有了，这就是Upaki。对。游客中心里面有一些关于他们生活的一些简介，包括他们的植物啊，还有他们怎么生活，他们的器具。这就是出土的一些他们挖到的陶器。这就是杜松树，就是他们就是相传，如果妇女想要生女儿，就吃这个植物的叶子，而且那个小孩子吃这个植物的配方可以长得健康强壮，它也可以那个驱赶恶魔。金雀花，这个可以治感冒，还可以治蛇毒。这是他们以前印第安人用来治病的药。这就是冰梨，就是以前他们原住民在制作面包的时候都会加入这一个冰梨。这种石灰这种冰梨可以帮助蛋白质的吸收。我们现在要来走这个步道是 Upaki 步道 ，Upaki Trail， 它是这里最著名的一个步道。那 Upaki 的意思就是高大的房子的意思，应该是他们这里保留最完整的一个区域了。它会有导览，你可以选择有导览，或可以选择没有。他们有特别强调一定要走在那个步道里面，不要任意离开，因为这附近很多蛇出没，然后也不可以任意的捡拾碎片回家。也不可以爬那个墙，以免破坏掉这个自然景观。这里又是一个可以让身障者进来的一个步道，他们真的是很贴心，可以让你也可以看到这边的遗迹。这边就是大概1万年前的时候，他们居住在这里。后来因为火山爆发，他们所有的人都往北边迁徙了。后来大约在800年前，大概有100多人又重新回来到这里居住，所以这是他们的遗迹。这边保存的相当的完整。好漂亮啊！五帕特基普韦部落是印第安希纳瓜人的一栋好几层楼建筑，大约在西元1100年，人们逐渐在此聚集，并盖了这一座有100个房间的建筑。这些房间大多数用于住宅，有些则是有储存的功能。普韦部落是西班牙语聚落的意思，早期的西班牙探险家称呼住在这一种建筑形式的人为普韦部落人，其中五帕特基普韦部落是这个保护区里最大的一个，因此这里才命名为五帕特基国家纪念区。这个Upaki的遗址还蛮多人推荐要来看看的，因为它好像真的是目前挖掘到保留得上完整的一个遗迹。那个上次我们去那个梅萨维德没有近距离的看到，这一次来这里刚好可以近距离看到这些。
你看这一面墙壁，他们其实都很多都靠着石头支撑起来，才可以让这个房子比较坚固一点。然后他们都是用石块一块一块把它接缝在一起的。那中间那个不晓得是用什么去当做他们的粘着剂。你看他们中间都粘得很牢哎。这是他们以前磨东西的器具。这两个，这个就是一个他们的运动场所，跟一个 blow hole 就是一个气孔。这个就是他们以前运动娱乐的一个圆形的广场，一个圆形的场所。他们从墨西哥引进了一种运动，就是把球打到一个洞里面去就可以得分，就像是曲棍球一样的感觉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气孔，这个就是他们以前的智慧了。我们来看现在是吸还是呼。现在是排出来。哇，他连帽子都吹起来了。现在就是因为外面的气温比较热，所以气压比较低所以气是从里面往外排的。因为现在外面比较热，等到冬天外面比较冷的时候，外面的气压就比较高了，它就会变成由外面往里面吸。这个圆形的广场有点像是 Kiva 地穴的功能，就是古印第安人他们集会讨论事情和举行庆典仪式的场所。左转，我们要来走最后一个 trail 了啦 ，Ukoki 是高的房子的意思。哇，它真的是建得蛮高的耶！我看到前面有一个，它的墙已经很高了。我们等一下走过去看看。这个好像乌龟哦，这一颗石头像乌龟石，哇，很像哎，有够像的。这个就像是蚌壳，蚌壳石。哇，这个好薄哦，就薄薄的一片。哇，它就在眼前啦，它就是 Ukoki 高的房子，像城墙式的建筑，真的盖得很高哎，一样是一块一块把它粘上去的。那还有很多的气孔窗户。乌科基普韦部落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结构，建立在一个大型砂岩基座的顶部，建筑大约有3层楼高，仍然保有屋顶及天花板结构的原始木梁，且门口不大，仅能容一个人低头弯腰进入。我们再从这个洞进去看看。哎呦！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房间了，这不晓得是一个谷仓还是什么，还是养牲畜的地方，就都四周都没有门，还是一个房间，就留着几个窗户，几个通气口，很高哦，这里都有很多窗户，我们去看看。是一个现在走过来戴着牛仔帽的那个老先生，这是他的车。他一个人从纽约开车过来这里耶，从纽约，真的是很有毅力。我老了也要像他这样子，我要跟我太太一起，老的时候一起到处去玩。我们要离开了，拜拜啦，拜拜。亚利桑那最有名的日落。很漂亮哦，亚利桑那最有名的日落。对啊，很漂亮啊，就要从正前方落山下山。